欢迎收看《洪流洞见》，我是洪淑芬，在世界洪流中一起洞见未来。在今天为您邀请到的是前内政部长李鸿源教授，老师好。淑芬好，各位观众大家好。有一阵子没看到老师哦，其实呢，网友也一直在敲碗，希望呢能够再请到李教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今天我们特别要来讲能源政策，因为高雄的新达电厂在3月3号发生的事故，造成了全台的大停电，造成的产业上的损失是高达了上百亿元。那么政府呢后来报告是归咎于是人为的疏失的个案，但是呢，我们仔细看看蔡英文总统呢，蔡英文他在就任之后呢，任内是4度的大停电，而且呢，到底究竟他问题是出在哪里？还有现在呢，乌克兰被俄罗斯入侵，大家都在看台海的情势，很多人讲说，那么台湾万一要是被攻打的话，会怎么样？但是呢，也有人讲说，其实台湾也不需要战争，也不需要，只要有一个电厂被打下来，台湾可能就垮了。好，但是呢，我们今天要来看能源政策呢，我们有2张图要仔细来看看。好，我们从数据上来看，老师，我们先来看第一张的是2020年的能源供给的概况。那这张图我们再次的告诉大家，就是呢，整个台湾的供给的结构，能源供给结构当中呢，分2个很大的部分，一个呢就是进口的能源，一个是自产的能源。那这个部分其实我们在几次的节目当中都告诉过观众，进口能源的部分呢占了97.8%，自产能源呢是2.2%。那这份资料呢是最新的，也就是呢我们从经济部能源局上面所截下来的最新的资料，是2020年的一个能源的结构的供给的部分。那我们仔细来看到，在进口能源的部分，进口能源部分的话，原油跟石油产量部分呢是高达44.1%。那么另外呢，煤相关的产品呢是30%，接下来是天然气的17.1%，然后呢是核能的6.6%。哦，这是能源供给的情况。那最后面呢，看到自产能源2.2%部分。生质能源的部分呢是8.2%，那么太阳能0.4%，水力0.2%，风力0.2%，其他是0.2%，所以说这个部分是其实非常低，非常低的。对，这个部分其实我们之前都曾经谈过的哈。所以呢，我们看到进口能源的部分，核能的部分占6.6%，这个是在能源供给的概况。那另外一张我们要特别来看到的是发电的概况。那从发电概况呢，就可以看得更清楚了。这一份呢是10年来的一个统计。从100年，也就是2011年、2016年跟2020年，我们仔细来看看当中橘色的这个部分的变化。橘色部分呢就是核能的部分，2011年呢是占了16.7%，2016年12%，然后呢到2020年是11.2%。那这个核能的部分是往下降，但是呢燃气的部分是往上升的。燃气的部分呢，从2011年呢是25.5%，然后呢，接下来2016年是31.5%，到了2020年是往上升到35.7%。所以老师怎么看这个数字上的一个变化？我想第一个看起来我们的再生能源是很难在短时间，尤其是民进党讲的2025年要取代2020年11.2% 的核能，这个是目前是做不到的啊，这是我们必须要承认的。因为蔡英文是一个事实，之前就一直不断的提到说2025就是要终极废核，要终极废核。可是你看起来到去年2020，它的核能还是11.2%，还是蛮高的。绿能现在才2.2%，很低耶。你觉得在3年之内会有奇迹发生吗？会产生11% 的核能吗？这是不可能的。然后你就会发现说，今天我们这个公投3阶过了，你现在开始假如开始要建3阶厂了，那你觉得我们的天然气有可能在3年之内一下子可以取代11% 的绿能吗？增加？我觉得这难度也很大。所以最后的结果是什么？最后的结果剩下一条就是烧煤嘛。对，所以我们看到其实燃煤的部分呢，
也是占得很高哈，非常高。2011年几乎是50%，因为是49.4%，到了2020年，它还是占了大约45%，它的比例还是相当的高。那你今天假如说这11.2% 里面5% 跑去燃煤，那就告诉我们，那我们中南部的 PM2.5 会越来越严重，对，我们的碳足迹会越来越高，这是大家想看到的嘛？所以我是觉得，不管我们今天要谈的两岸关系也好，这个能源政策也好，我就一直很纳闷，对，你有必要把台湾一定要把自己逼上墙角？就是说，我以前讲叫做破釜沉舟。对，我们今天就是要把核电厂全部干掉，就告诉你，你就一定要就范，我们一定要跟大陆把关系搞砸，然后你就一定要就范。现在就今天话说回来，那第一个，我们第一件事情是先要了解你自己有多少本事，你有你的 limitation 吗？我们自己有帮台湾真的造了一个 MRI， 弄完以后，我们真的负担得起这两件事情吗？那假如说负担不起，你有没有可能很专业的？我还是强调，不管两岸关系也好，和能源也好，我们要很专业的把自己的状况做一个体认。真的，2025年，对，做一个总体检。对。2025年，假如真的没有办法终极废核，你为什么不继续让核电厂继续 run 下去，争取我们的绿电可以上来？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合理的一个做法嘛，更不要谈这次的这个俄罗斯跟乌克兰的战争，我们就号称说我们要制裁俄罗斯，所以我们不跟俄罗斯买石油、买天然气。我们10%的天然气是跟俄罗斯买的。对，好，你今天不买了，好，那你跟谁买？第一个，第二个，你的价钱差多少？价钱的部分当然了，你不要只讲量啦，你价钱的差多少，然后这个价钱会不会反映在我们的电价上面？这个都是我们要谈的。然后，假如把这个核电全部都去掉，根据这个原来的如意算盘，我们到2025年，我们的天然气的仰赖度要到50%，我觉得那是不可能的。那可是天然气的仰赖度到50%，我们就必须要很理性的来思考，那50%的天然气从哪边来？第一个第二个，万一呢？俄罗斯这个东西没有解决，然后万一中东有个风吹草动，对，万一一个像纳莉台风的台风在台湾上空盘旋超过1个礼拜，我们的运气船上不了岸，我们台湾的天然气的储量7天，你只要7天没接上来，我们就断气了。所以我是觉得，然后呢，我们的船队都要经过台湾海峡，经过某些地方，你不觉得说，假如我们有敌国的话，其实要治我们台湾其实不难呢，好像很简单。我只要把你的咽喉掌握住，我只要让你的气上不来，甚至这一次的台电的停电，告诉你我干嘛打你啊？我把你个电塔打掉，你就断电了。或是台湾一天断电，全台就整个惨兮兮，而且100多亿耶，产业又损失100多亿。然后再讲，我打你是最笨的做法，我只要收买几个人就把几个开关按错了。就是我们台电的防呆机制，还有人是椅子不小心去按到的按钮，然后就全台大停电，就这实在太扯了。我觉得这4次的大停电，第一个大家在讨论缺电，可是然后就开始政府讲说我们真的没有缺电，那没有缺电更可怕。就告诉我们说，只要有1、2个人不小心一按，我们居然就断电了。对。那假如我们有敌人的话，那我要治你台湾太容易，我只要收买几个人，我这件事情就做到了，就表示我们有一定的标准作业程序。那为什么这标准作业程序这么简单？你的这个隔离的氦气放掉，你要怎么样再填充回来？你可以才可以按按钮，就这么简单的一个 common sense， 为什么可以犯出一个这样的低级的错误？那这个就是冰山的一角，就告诉我们，不是那个人的手指头按错了，
而是说整个系统、整个人员的训练、整个机器烂掉了，这个才是我们必须要来警觉的。对。好，我们就来看一下蔡政府在任内重大的停电的事故。哈，我们回顾一下，从2017年的8月15号815这一场的大停电，当时是中油的供气操作的失误，造成了全台的大潭机场的跳机。那个时候造成全台有688万户数的一个停电，非常的庞大，也修了很长的一段时间。然后接下来是去年的5月13号，还有去年的5月17号，连续的2次。那全台的停电数呢，一次是462万，一次是100万户。然后接着呢，是在去年底呢，基隆的变电站变压器的失火那时候是比较局部的，在双北地区造成的停电。那另外就是303这次今年的新达电厂的操作人员没有按照那个标准程序填充绝缘气体，所以造成的一个大停电。那么全台有549万户的停电。虽然在303这一次呢，它的户数停电的户数没有在2017年688万那么的多，但是呢，这一次303的停电的户数，它的维修、它的修复期时间比过去都长了很多。所以老师其实接下来应该停电、断电或者是人为疏失的造成的全台这样的大停电，不会是不会一次，也不会是最后一次，可能它会很频繁的发生。好，我就觉得这么短的时间发生过4次的大停电，当然我们一般的老百姓就觉得说，这个骂几句吧，说被困在电梯里，我们家的冰箱的东西都坏掉了，这是我们。对。可是你这些大企业家，他会看到说，弄了半天，我们台湾的水这么不稳定，我们的电这么不稳定，我的风险太高了，风险太高了，然后他就会开始思考，然后要不要出走呢？他非常可能会出走。为什么？第一个，你台电的碳足迹太高。我今天用了你台电的电，你即使不停电，对，你给我这么高碳足迹的电，我最后在2026，假如欧盟要开始这个实施边境碳税的时候，其实我是没有办法过关的。这有就是大家也没有看懂，为什么台积电要去买沃旭的这个风力发电的绿电凭证？对，那个风力发电还没发电呢，3年以后它就99%都被他买去了。然后我请问你，那为什么他要买？对，因为他的上游厂商叫苹果。苹果跟他讲说，你的碳足迹太高，我是不能买你的东西的。苹果会要求嘛？所以他必须，不然苹果不会买他的东西，因为苹果用了他的东西，碳足迹就跑到苹果的产品上面了。为什么台电要去？现在台积电要去高雄，可是苹果要求他，你去高雄，你的水要用多少%的回收水？可是现在问题来了，高雄并没有那么大的回收水的水厂，它现在是一个头2个大。现在说，假如我们不缺电，我们也不缺水，现在的问题是，那你的碳足迹、水足迹，今天台湾都太高，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台湾就是昧于整个世界的游戏规则，我们这自己自己想自己丢了。我们自己想自己对，我认为我就是要终极废核，我今天就是要这么干。可是问题是你站在一个国际上市上柜公司一个大厂，爱台湾3个字是不构成它的充分条件跟必要条件。他非常爱台湾，他想把厂也设在高雄，也设在台南。可是水跟电这是2个，还有劳工，对，这是2个最基本你必须要帮他解决的问题。请问我们有做到吗？还有这4次的大停电就暴露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呢？就说告诉大家，我们台湾永远是大系统。大系统就是说我中间只要一个电站出问题，全台湾出问题。可是今天全球气候变迁，今天的这个全球化发生战争的可能性，其实非常可能会越来越高。其实我们不谈战争，其实从2000年开始，我们那时候就跟欧洲的这些科学家开始在谈。我们今天要谈的是中系统跟小系统。所谓中系统跟小系统，就是说每个系统是独立在运作的，万一发生问题，其实不会影响到，是可以切开的。对，就像
就像你今天看吧，军舰或是船，它一定是中间有隔舱嘛，它不会说破了一个洞以后，整个船都进水，它就沉了。但目前台湾都是大系统，全部是大系统。所以我们水也是大系统，风险相当的高，风险很高。就是说，你只要一个地震，就是说这些假如都没发生，大家记得921吗？对，一个地震，这个中部的一个电塔垮了，我们就停电了。所以我们每一次都是这样，就是一个风灾也好，或者是一个人为的小小的疏失也好，它就会造成很大的灾难，这是全台性的一个灾难。因为我们是大系统，我们今天供水也是大系统，可是我们今天就要开始思考，我们要用中系统，对，要用小系统，就说万一发生一个怎么样，我们都可以不会全部都一起停电。然后这个下面也在思考了，我们今天假如把核电都去掉，好。风电要上来，那风电上来，我就先问政府一句话吧。那我请问你，风电1度多少钱呢？老师，我们风电其实占得非常的低耶。这是现在，可是你万一你真的2025中极废核以后，我们的幻想，风力发电现在只有0.2%。风力发电可以接上来，接到核电，真的可以接上吗？风力发电不是有季节性吗？对，风力发电，而且它很贵，它的成本应该很高。那我觉得政府今天假如说我们50%要用天然气，我们今天要用风电，要用太阳能。好，风电冬天发电，对，我们缺电是夏天。夏天啊，夏天需要电啊，要吹冷气啊。那后面一个问题了，太阳能。太阳下山。它基本上就不发电了。可是它可以储电是吗？好，可以储电。对。好，那我们现在又在 promote 电动车。对。那电动车都是晚上在充电。我们以前晚上是离峰电，所以离峰电可以去做抽蓄发电。可是你今天我们就要讲低碳足迹，所以我们就在 promote 电动车。那电动车白天大家都在开，那晚上在充电，所以变成说晚上会有另外一个尖峰。所以我是觉得这些数字，假如我们都要兜。你把这些数字兜起来，好像都可以过得了关。可是你要把时间差异拉开，你会发现晚上太阳能不发电，发现说夏天风电没有那么多，然后我们的天然气，万一有一个风吹草动，我们也没有办法，这个万一可以接得上。然后那这些东西都在一起，我有请问。我们的企业家一定会问自己一个问题，我们也会想问政府一个问题，请你能不能告诉我，2025年1度电是多少钱？这是很现实的。那这个1度电多少钱？那我要是一个企业家，我就会思考，这个符合我的成本呢？对。好，然后下一个问题来了，那我们的天然气要到50%，我们就先假设它都可以运上来。好了，储气槽在哪里？这个还要盖啊？好，要在你家吗？不要啊，因为大家在自己家，核电厂不在我家旁边，那我们都同意。那除气槽是一个不稳定气体，它发生灾害的几率可能会比核电厂高。那你觉得你今天要这么干吗？我请问你，政府2025年中极废核，你有没有想过？那你今天3阶好了，那4阶5阶要在哪里？你的除气槽要在哪里？你要怎么运这个气？你要去跟谁买？然后呢，我们的价钱多少？这些东西都是要什么呢？我们都要做一个很务实的自我的评估。我们做得到吗？那做得到。假如如意算盘都做到了，好，那价钱呢？第二个碳足迹呢？那这个东西都是要谈的，更不要谈还有的更一个马上在发生的问题，我们不在 RCEP 里面，我们 Made in Taiwan 就等于加税，那这件事情你要怎么处理？你觉得我吃的美猪，吃的日本的这个福岛的这些进口它的食品，我们就有办法加入 RCEP 吗？我们就有办法加入某一个这个什么 TPP， 我们就有办法加进去吗？那我们吃的美猪，那不是美猪，应该叫做莱猪。我们不能污名美猪，美猪其实有一些有好猪的，不是都是坏猪。那我们让莱猪进来了。我们也没有想过，那我们换到了什么？对，政府能不能告诉我们，我们这样一直的 bend over， 那我们换到了什么？这个都是第一个，我们要把自己
全部都做一个体检，对，有没有哪些我们有没有自己的一个底线？那你今天假如都没有这么弄，那我今天就突然讲2025终极废核，我也一直在问政府有没有人可以拿出一本报告，很专业的告诉我们，你2025终极废核你的理论基础在哪里？是谁告诉你的？那个人叫什么名字？或是那一个所谓的智库叫什么名字？为什么你今天可以把这样2025当作我们台湾能源的一个神主牌，而且是完全神圣不可侵犯的？这个我就很纳闷了。但老师，我还是非常想问，就是说2025终极废核家园难道是不能修正吗？因为剩下3年的时间，难道是不能修正吗？民进党难道不能够承认说，对我们是错了？就是当一开始的时候希望能够废核家园，但是实际上我们来看到现在的用电的需求是没有办法达到的，难道这个部分难道是不能修正吗？为什么不能修正？朝闻道，夕死可以啊。你明明做不到，你为什么不就承认说我们真的做不到？我相信你要是很专业的把所有的分析都分析清楚给所有人听，我们都可以体谅。我们共体国间，我们就好了，假装你以前讲的政策你没有兑现，那什么东西不能修正？他的疫苗政策没有修正吗？他很多东西没有修正吗？他以前讲说那个叫做服贸货贸这个不签，对不对？说这个跟大陆不签，这个东西叫什么呢？我都忘了。当时太阳花的那件事情，服贸跟货贸，对，结果他说我们不能跟大陆这个签服贸跟货贸。我请问你，太阳花完以后，他是不是偷偷的继续用？还继续做啊？继续在做啊！不然你以为我们今天有40%的货物可以卖给中国吗？所以我们就想说，为什么2025终极废核家园是不能够去动它的，是不能够去修正的？所以这个部分应该来看看我们现在目前的用电量，就知道应该是要修正。然后现在导致说很多的像是有一些企业，比如说台积电，我们的护国神山台积电，它之前呢就希望能够争政治学博士，因为现在的地缘政治的关系，所以呢希望能够争地缘政治学的一些博士来。那现在是不是要来争供电专家的博士了？我相信政治学的博士解决不了台湾的政治问题，因为台湾的政治问题根本是用民粹在操作嘛，它不理性了。就说你今天假如说我们全部都总体检，我们真的做不到，你为什么不就是坦白的讲说我们真做不到？这是一个理想。这是一个非常崇高的理想。为什么我跟你讲说你做不到呢？你就看人家德国的经验嘛，德国要终极废核，德国今天有没有核电厂？还是有啊，就是慢慢减少，但它慢慢减少，但是它有个过程嘛。对，你要让终极废核，你要让你的绿能产业出来，它有个过程嘛。那你今天要问德国人，他一度电多少钱？我们一度都电多少钱？然后你再看德国能做的事情，我们能做吗？欧洲是个电网，德法边界十几个核电厂，他没有电，法国人可以卖给他，我们没有电，谁卖给我们？没有。就说你今天要学人家，请你从头到尾学彻底一点，请你告诉我们，今天假如这样子做以后，一度电多少钱？这个是专业。所以台积电恐怕他所要的政治学博士不是，因为台湾今天已经不是在专业，我们都是用民粹来炒作这件事情。我觉得我们今天应该要很务实的先把台湾的问题，我们就先谈能源，把能源全部做一个总体检，然后下面就是要谈的是什么？假如你都要终极废核，假如我们的能源状况都是这样，你就要开始思考什么样的产业，其实我们不应该鼓励在台湾，不应该鼓励，因为它电不稳定，你让它在台湾，到了最后它缺电缺水，它最后它也必须要走。我们就必须要辅导某些产业到以前可以到中国大陆去，今天关系搞这么坏，大概也很难去了。南进啊，到东南亚。到东南亚，那我请问你，你觉得到东南亚南进就这么简单吗？我请问你，现在有8万台商在越南，过去有多少台商？200万台商在中国大陆。我请问你，我们的政府真正的有去帮台商解决问题吗？
我们政府有办法去越南、去大陆，去跟人家negotiate，说我们这边有，我们来这边赚你的钱，我们政府如何协助我们的台商，如何节能减碳、减少污染，把公安问题做好，把这个劳安问题做好，这个大家可以变成一个好的 partner。请问你，我们扪心自问。我们过去在大陆有去辅导台商吗？我们今天越南8万台商到越南，我们就看到活生生的案例，他们在那边出了问题，粤港出了问题，请问你政府有能力去帮人家解决吗？有帮人家negotiate吗？我们看看邻国韩国好了，韩国其实是在东南亚，它其实也做得很不错。日本、韩国，他们辅导当地的韩商也好，日商也好，其实都做得非常的彻底完整。你今天到河内去，因为我跟越南的关系很密切。对，你到河内去，河内的国际机场日本人捐的，高速公路日本人盖的，为什么日本人要干这件事情？因为第一个表达友善，对，然后这样子越南对日本的政策就会给我们比较好的政策。我的日本的商人就在越南可以活得很好。你今天到河内去，几乎都是日本人跟韩国人。那日本的政府带头进去把这件事情做好。那我请问你，那我们讲南进讲多久了？4年有了吧？那么政府可不可以告诉我们，那你进到哪里去了？你能不能做出哪些具体的贡献？而且我那时候讲了一句很务实的话了。你要南进以前，你先西进吧。为什么？因为所有的这些国家都在看北京的反应。对。那你今天要是跟大陆关系搞不好，我请问你，你今天要做一个，你说台商盖个工厂，也许没有大问题。你真正政府要在里面做一个比较有规模、有组织的一个半官方的运作，其实他们会想说，那北京到底允不允许我们这么干？所以这个都是事实。我那时候很早以前他们在谈南进的时候，其实我也跟那时候的政府讲说，南进当然是非常对的，我们不能把所有的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里面。可是要南进的前提是，那你跟大陆的关系就不能闹僵。你要跟大陆的关系要闹僵，你就很难南进。这个都是事实，这个都是我们台湾的现状。我们台湾很多的这个生产。这个比较劳工密集的产业已经离开台湾了，我们很多产业已经离开台湾了。与其让商业行为带着让这些生产业到过去的大陆，今天的越南，那政府应该是把这个东西当做一个整体的规划。我们如何协助某些产业到东南亚去？我们协助某些产业到大陆去，政府扮演什么角色？其实我们今天谈的是产业，后面就开始要谈很多很敏感的问题，譬如说下面问题的粮食问题。对，我们粮食自给率30%，我们要吃什么？我们要不要辅导台商到越南、到东南亚去种粮食回来给自己吃？这就是以前讲嘛，你疫苗为什么台湾永远买不到疫苗？你要投资疫苗厂嘛，不是自己去弄一个高端嘛？你自己做高端弄了半天，我们以前有没有讲错？高端疫苗国际上不认的，现在认了没有？不认。那政府很惨啊！政府要不要告诉我们高端的政策？而且现在都要就是直接去报废了。你我就打报废，当然那个花钱是一件事情。你打了高端，国际上不认，那打个高端的人，现在注射3剂都已经是高风险了，住高端的人要打5剂，那我请问你，那你对这打5剂的这些爱国的这些国民你怎么交代？那这是不是几个月前疫情刚刚出来的时候，我们全部讲完以后全部应验？那你今天假如在疫苗，你可以这样子的转弯，为什么到了能源你就不能转弯了？老师，我们其实在几个月前就讲到疫苗的部分，其实一一的都被老师全部兑现说中了。对，但是老师刚刚也提到西进的部分哦，台湾最佳的能源政策，难道不能跟大国合作吗？大国难道不能跟我们合作绿能的部分的一些
这个部分难道是不行吗？其实我在2005年那时候，两岸关系还挺好的。对，那时候我是觉得我们台湾跟大陆最能合作的就是2件事情，一个就是共同对抗全球气候变迁，就是绿能。第二个就是防灾。因为这2件事情，我相信没有人会反对的。其实我们跟大陆很密切的合作，我不认为美国人有什么立场反对我们来对抗全球气候变迁，我们一起来做人道的防灾。对。可是很遗憾的是，这些东西都 miss 掉了。当然今天我们在谈绿能，我觉得2005年我们跟大陆谈绿能，我觉得我都还有东西可以跟他讲说啊，今天在欧洲人家做的怎么样。今天回过头来，我这2年一直都没有机会去大陆了。对。我最近在思考一件事情，看起来应该是边界应该快开了。对。我今天也有很多大陆朋友说你赶快过来，可是我今天就在心里面一直在低估着，我过去大陆我要跟人家讲什么？之前都是老师到大陆去传授很多，我不认为说我可以一些经验，对。但是现在隔了这2年，人家绿能，人家的碳交易市场，人家已经速度太快了，我根本第一个，因为我不太确定，因为也没有很密切的接触，我今天就会自己有点心虚，说我过去认为说。我有一些脑袋有些东西可以跟大陆朋友分享。今天我们可能去那边要先跟人家学习一下，先了解一下对方是进步到什么程度，你进步到哪里去了？你今天要讲绿能，我可以告诉各位，我们非常可能是输给大陆了。人家的中国有碳交易市场，我们台湾没有。人家的中国碳足迹怎么在算？人家这个东西都是我们要学习的。当然，我这样子讲，有很多台湾的朋友就会不服气。你说他们有这么多的缺点，我说也许有吧，但是你要不要看人家的优点？你不要老看人家的缺点嘛。我觉得我们台湾人今天有个问题，就现在大家被训练成永远只在看人家的缺点，你要不要看看人家的优点？对。他山之石可以攻错。其实我们待会儿还会有讲其他的国家，其实有一些可以值得我们来学习的。